嘿嘿嘿，我是 Jerr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曾经在中国苹果、新加坡苹果做了4年的供应链管理。之前的影片我也提到，我面试 Google 的 Materials Program Manager 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近年来外商大举投资台湾。去年很荣幸的受到 GoGet 你的职涯伙伴分享供应链管理，很多朋友敲碗说这个应该做成一集。尤其近年来的局势动荡，包括贸易战跟新冠肺炎，造成全球供应链的生态重组。新闻媒体近年来不断的提到台湾的供应链大爆发，反映在股票有什么航海王啊，或者是长荣可以发出40个月的年终之类的。这集我们来聊聊看，为什么你应该选择供应链管理，以及外商在台湾的投资布局。如果你希望听到更多关于职涯的内容，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其实对现在在 MIT 就读供应链管理硕士的我来讲这个主题有点紧张。供应链管理一言以蔽之就是 move things to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to support sales and reduce cost， 把东西在对的时间送到对的地点来支持销售并降低成本，其中关乎的是一个效率的问题。所以在供应链管理的范畴里面有很多数量化的指标或者是模型来帮助我们做决策，比如说 yields, forecast accuracy, attainment,On-time delivery rate, weeks of supply， 像是 Six Sigma 6标准差 Optimization 最佳化 EOQ 经济订货批量。在有些企业的组织架构里面，你或许会听到 Global Supply Chain, Manufacturing, Logistics这些部门，或者是有些兼具实体商品以及软体或服务的公司，他们的 Operations 营运部里面，你或许也可以找到供应链管理的影子，因为供应链管理其实是包在 OM Operations Management 底下的。也有人说供应链管理就像是 From the forest to the door， 因为这其中牵涉的范围包括供应链的上中下游的物流、资讯流还有现金流，从采购、生产管理、产品生命周期管理、需求与供应规划、运输仓储、订单管理，甚至逆物流等等。而供应链不只是一个点或一个线，比方说生产一只手机，你可能会需要韩国或者是日本的电池供应商，或者说你的销售据点或通路可能有几千个。所以说供应链更像是一个面，一个错综复杂的供应链网络，一个甚至涉及国家、区域或者全球的管理网络。我的人生念了6年半的管理学院，我在交大的时候念的是管理科学，双主修资讯管理与财务金融，毕业后又接着去念了台大商研所。身为管理学院出身的我们都知道，传统管理有产销人发财，因为知道自己对 HR 人事管理没有兴趣，但是我不知道我对于其他的职能我喜不喜欢，所以我在就学期间的实习我都尽量找不一样的。大4的一整年我在微软做 Marketing and Operations 的行销助理，硕1我在默沙东药厂做 Financial Planning 财务规划，硕2我在德州仪器做 Business Planning 企业规划，负责供应链管理里面存货管理跟交付达成率的专案。在去欧洲交换学生之前，我在雅虎做 Mobile Product Marketing 暑期实习，和雅虎的产品研发团队合作，并制定产品的上市计划。毕业时在纠结到底要选择哪条路去走，开始用删去法。从实习经验来说，我知道我不喜欢财务，所以问题是我要投身行销还是供应链。在台湾待过管理学院的人们都知道，大家对于行销都有一种莫名的向往。同学间的讨论热度都一股脑儿在行销，谁在乎供应链啊？包括我自己也做了2份行销实习，参加了 L'Oreal 的品牌行销竞赛。然而我最后选择供应链管理的肤浅原因，竟然是进外商的大公司比较容易。曾经我也考量过台商，但是经历过4间外商实习的我，在组织文化上已经是外商的形状了，所以才以进大外商为目标。而在身边许多朋友都对行销不断的展现热忱的情况下，我觉得行销的职缺总体来讲应该是僧多粥少的概念，而且个人愚昧的觉得供应链应该会碰到许多数据分析，所以含金量应该比较高吧。综合以上2点，我自己觉得可能供应链管理的起薪应该比较高。就同一间大型外商而言，像是 P&G 宝乔佳品，当时我在他们 Marketing 跟 Product Supply 我只能选一个头，两者我都可以很有兴趣。但是你记得我说过什么吗？谁在乎供应链啊？而且感觉行销不只是管理学院的学生会想来应征，其他工学院、理学院的学生也会来抢工作。
所以在考量市场就业竞争程度之后呢，我还是选了 Product Supply， 因为感觉好像比 Marketing 好上，最后也真的上了。以上只是当时毕业新鲜人的个人浅见而已，请不要当真。在经过台湾的惠普企业 HPE 工作1年多，以及在 Apple 做过4年的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以产业界过来人的身份，我列出了以下你为什么会可能喜欢供应链管理的理由。1、数量化的指标和模型应用。相较于产业趋势与环境变化较快的行销，供应链管理的相关指标相对标准化。重要的管理指标像是 Yields、Attainment、Weeks of Supply、Service Level， 分别用于管理良率、存货水平、顾客满意等等。这些标准化的衡量指标，即使是跨产业，也几乎都可以适用。因此，相较于行销的职涯路径，大部分都在同一个产业内。尤其行销很吃你懂不懂该个产业的市场以及消费者习性，你懂不懂该产业的通路布局跟策略。然而，供应链管理相对来讲比较不会被产业给局限，因为你带着走的主要是那些以标准化衡量指标为辅助的分析跟管理技巧，而行销主要是产品跟产业的 know-how。所以身边有从事行销管理的朋友们，他们可能在 P&G、Unilever、L'Oreal、雅诗兰黛之间跳来跳去，比较少能看到他们跳出快速消费品产业以外。然而如果是供应链管理的话，像是我在苹果看到我的同事，就有从快消品、零售、精品、航空、银行、咨询业等等而来的。所以跳槽时以想要转换产业跑道的角度来看，选择走供应链的路会比较广。而我个人也比较喜欢数量化的管理指标和模型应用。2、周期性的工作循环。供应链领域大部分为周期性循环的工作模式，很多外商会讲 cadence 节奏，指的就是固定时间会重复的管理活动。比如说有一间脚踏车公司是 weekly cadence， 周一按照前一周的表现来更新未来的需求预测，周二和各方通路团队确认需求，周三更新安全库存策略跟参数，周四发生产计划给工厂，周五检视各个通路的库存水位，调配平衡各地的货量。有些可能是 daily cadence， 或者甚至是 monthly cadence。 听到这边你或许会觉得供应链枯燥乏味，不像行销那么千变万化。虽然供应链里面不变的是这些重复的节奏跟管理框架，但是每天的产能跟物料的状况都在改变，需求也随时都在变。所以在这些参数跟着变化的同时，供应链管理从业人员必须跟着节奏定期更新、分析并进行人为的评断与决策。相较于行销企划类的工作，有时候比较偏专案管理，可能新产品上市期间稍微紧凑些，上市之后可能缓和些，不同时期要忙的事情跟联系的窗口也可能不一样。我自己呢，个人是比较喜欢按图索骥的工作，同时也因为这个特性，也会带到我想要讲的第3点，创意发想事半功倍的效益。我在雅虎暑期实习的项目当中，我担任的是行动产品的行销实习生。实习结束前，我需要向我们副总报告我们雅虎 App 的上市计划，让我完整走过行销研究、产品定位、策略制定、活动发想、第三方通路合作、绩效衡量等等。做完非常有成就感，也觉得相当有趣。然而做完的时候也觉得绞尽脑汁了，甚至让我有点畏惧，如果我的正职工作选择行销这条路的话，我的创意脑汁会不会随时都是干涸的状态？正如我前面说的，供应链管理的工作很多都是周而复始的。如果说创意动能可以量化，假设一个人的创意脑汁有限 70% 而已，这个人在行销的职位上可能有70分的绩效表现。毕竟行销工作这个本质可能是需要一部分创意发想的。然而如果这个人他去做供应链管理，他可能会有110分的绩效表现，因为他能从不变中求变，在一些流程改善的问题当中发挥他那70% 的创意发想能力，在一个工作步骤不太需要变化的环境当中，透过他的创意去帮大家省时省力，改善流程。这通常是大公司的供应链管理里面非常难能可贵的。再来第4点是全球或区域的供应链管理机会在台湾。我单独拉出来讲，从我在台北的德州仪器实习开始，我就知道许多外商把他们 global function 或者是 regional function 放在台湾，相当于半个总部在台湾的概念。比如说我当时实习的 Worldwide Business Planning 部门，就是一个要与美国达拉斯总部密切合作的全球供应规划部门。我当时自己的解读是，毕竟台湾有非常健全的半导体产业聚落，生产晶片的德州仪器不仅把亚太总部或者是部分的全球职能放在台湾，台北中和的德仪封测厂所产出的晶片更是销往全球。又比如说我毕业后在惠普企业 HPE 开始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 Global Supply Chain 底下的 NPI Planning
入职后也才知道，原来在几十年间，惠普在台湾早已经发展成为半个总部的概念了，包括全球采购、新品上市与规划、研发工程团队、全球行销。意思是人在台湾却做着总部的事情。随着在这个产业越久，越是发现许多外商都把 regional 或 global 的总部放在台湾。其实大家打开104人力银行就看得出来，连 Facebook 这种软体或服务公司也有供应链管理的相关职缺，因为他们需要内部的伺服器。更别说台商，因为他们总部就在台湾，所以也有一样的机会。之前 Google 面试的影片有提到，近年来外商加码投资台湾，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台湾的人口也没有爆炸性的成长，消费者的市场规模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为什么他们要来加码投资台湾呢？他们来台湾的目的不是要卖东西或者是服务消费者市场，而是将一些生产线、研发工程团队、全球供应链运筹团队挪来台湾，招募更多当地的员工，看准的就是台湾人便宜又好用，看准的就是台湾人普遍教育水平高，尤其是从台湾的大学教育来讲，就有非常多和电机或半导体产业相关的专业或者是产学合作。也因为生活成本的差异，台湾的劳动力市场本身就比这些外商公司的总部国家还来得便宜，加上地理位置好，从台湾出发5小时的飞行半径可以涵盖20亿人口的市场，更别说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供应链囊括了全球1半以上的产能，产品需要用到晶片的外商很多也会把采购或者是研发团队放在台湾。当然，许多半导体的外商也会在台湾设立全球或区域总部或者是研发中心。台湾的代工厂像鸿海、伟创、仁宝、英业达、广达等等，依旧是全球科技大厂主要的供应链合作伙伴。这也难怪外商会将全球研发或者供应链的机会开在台湾。外商在台湾的供应链职缺像是这些，大家可以用关键字去搜寻，或者上你有兴趣的企业网站的招募专区去查找，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外商都会把职缺放在104人力银行里面。因此，如果你把握机会加入供应链管理的话，你将会有以下优势：影响范围较大。意思是说，如果你目标进外商，但是你选择了 marketing， 你可能只会管得到台湾的市场，会觉得舞台有限。但是如果你选择了供应链的话，你进了这些外商的 global function 或者是 regional function， 你的 scope 一下就变大了，在组织内的能见度也提高。可能你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就直接是总部的 CEO 了，甚至不会汇报给台湾的老板，或者直属的老板直接在国外的总部，国际视野。再者，从国际视野和交流角度来看，由于做的是全球或区域的营运，所以需要每周每天密切的和国外总部联络，和区域总部和不同国家的供应商之间不断打交道。国际视野和英语能力可以持续不断锻炼，不会只和负责台湾市场的同事或者是本土的经销商或合作伙伴打交道。像是我在惠普或苹果，都是每周需要紧密的跟美国或者是3个区域紧密合作的，薪酬相对较好。从薪酬的角度来看，也由于是 global function 或者是 regional function， 薪酬水准通常也是不错的。如果是台商供应链的话，由于最近许多厂商需要去印度、东南亚或者是拉丁美洲设厂，所以外派机会也越来越多，福利也相对较好。供应链管理日益重要。从近年来的新闻不断提及供应链就可以看得出来，这项专业在我那个年代的商学院是没什么人 care 的专业，谁在乎供应链啊？不知道现在的管理学院的同学们是不是还是主要在追求 marketing 呢？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我蛮想知道的。40年前我们爸妈那个年代的台湾，国贸是商科主要重点，而现在的台湾正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当中，如何有效率的去管理全球的供应链？供应链管理正夯啊，产业趋势看好。工业 4.0 与智慧工厂的应用，像是在 Amazon 开始做衣服，主要的合作厂商也是台厂，或是科技产品革命性的演变，像是未来车，如特斯拉或者传说中的 Apple Car， 许多传统汽车业的零组件将会被淘汰，像是后视镜可能会由摄像头和仪表板来取代，而台厂的摄像头和仪表板又是全球供应的翘楚。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的影响带来转单效应跟台商回流，加上政府近年来支持企业落地生根的力道越来越强，除了世界最大，所谓30公里以内可以把 PCB 的产业供应链串起来的产业聚落以外，
基于以上工业转型的趋势，想必未来也有非常多供应链管理的机会在台湾。外商也将会把更多全球研发或者供应链的机会放在台湾。如之前 Google 面试影片所提到的，非常多的外商现在正在加码投资台湾。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Google， 除了本来在台北101的办公室以外，近年也在板桥成立了一个大园区，可以容纳4-5千人。在台湾的中部、南部也有资料中心，更别说微软、Amazon、Facebook、Apple 等等的。最后我还是想要声明，行销是非常有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管理职能。不进外商，进台商也有不同的发展。我的分享只是想要帮助大家剖析一下台湾的供应链领域的发展，让大家检视一下什么样的职能适合自己。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给我赞哦。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有兴趣想听的主题，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哦。今天就先这样啦，拜拜。